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恶魔城初代磁碟机版全道具收集，另外还有一些罕见的 bug 展示。本期是一期投稿，投稿的小伙伴是小叶爱默默。本期的视频没有演示游戏的片头，是因为如果你想要收集所有隐藏的话，是需要在2周目进行的。大家注意，屏幕的左上角还有右上角，分数还有关卡的计数都已经是2周目的进度了。很多2周目的隐藏我根本就是不了解的。小的时候玩《恶魔城》这款游戏，觉得难度非常高。刚接触的时候就卡在了第2关冰板的位置，这个地方竟然藏了一个奖命。后来熟悉了一阵子这款游戏之后，打到死神又过不去了，感觉死神的镰刀太可怕了呀。那后来才发现打死神也是有诀窍的，可以无伤。又一个隐藏钱袋，第1关这已经有多少隐藏了？5、6个了呀，就这我还没算藏在砖块里的这些。砖块里的隐藏我是知道的，但是这些需要走在特定的位置，或者是停留一段时间的隐藏，很多都没有拿过。拿了一个2级道具，这里要给大家演示一个 bug， 秒杀蝙蝠。这个秒杀需要2个条件，首先是你的角色要站在楼梯上，让蝙蝠撞你的时候你飞不出去。第2是你需要有一个时停的副武器，当 BOSS 撞过来的时候，就给他一发杂瓦鲁多，互伤1次就秒了。这个地方竟然藏了一个王冠，我解说之前看了一遍视频，我都惊了呀！原来这款游戏有着这么多的隐藏。而且大家要注意，本作发售于1986年，年代非常早了。抛开画面的元素，这样的游戏素质放在现在也是非常出色的。虽然这款游戏已经诞生了37年，但仍然有很多的隐藏我没有拿到过，主要就是因为没有打过2周目。这里有一个隐藏的魔爱军，其实如果不是为了演示它的话，可以直接被美杜莎撞上来。魔爱军算是吉祥物了，可能很多玩过沙罗曼蛇系列的小伙伴比较熟悉。另外在科纳米世界里边也有登场。这个地方太鸡贼了呀，利用了一下敌方的怪物攻击之后造成的硬直，把自己送过了钉板。副期等级的道具捡到了一个2级，
美杜莎打人也是真的疼啊，2下就没了半条的血。副武器留的是瓶子。实际上，美杜莎这个 BOSS 是吃10停的。游戏的后半段还是瓶子比较有用，大部分的 BOSS 都可以使用它来攻略。而且被它定住的怪无法再对咱们造成碰撞伤害。这里又是一个魔爱军。用瓶子最好对付的 BOSS 就是死神，还有德库拉的2形态。我甚至一度觉得这个副武器的存在算是半个官方外挂了。后面的 BOSS 不吃10停，但是瓶子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天课呀。尤其是死神。小的时候刚刚能够打到死神那里的时候，就觉得这个 BOSS 没法打呀。后来发现了瓶子的妙用，就觉得死神就这太弱了呀。只要手里的瓶子够，哪怕剩最后一滴血了，也敢上去打。本作的副武器还包括了斧子、飞刀，但是另外2样登场的机会就不多了。背景上可以见到城主之间。是最后面对德库拉的地方，这个隐藏没法拿呀。一个瓶子控制住了2个 BOSS。所以大家如果回顾这款游戏的话，我的建议是，前2关的 BOSS 使用10停，第3关开始使用瓶子。刚才有一个隐藏是无法拿到的。所以本作其实后面还出了修正的版本，原始的版本就是 1.0， 后面有 1.02 版，修复了一些 bug。所以如果演示 bug 的话，最好还是使用磁碟机的版本，并且磁碟机版有一个特定的 bug。我说出来大家可能都惊了，这个特定的 bug 是出城。可能更多的小伙伴接触到出城这个概念是从恶魔城月下。月下的发售时间是1997年。本作比月下足足早了11年。我玩的时候一般选择在本关，
把副武器的等级加满。这里的瓶子要扔得准一点。BOSS 战，创造男加科学怪人，直接就用瓶子控住了。可以说，在副武器面前，本作的 BOSS 都是垃圾呀。也就德库拉的一形态还算是能打。我刚才说磁碟机版的时候，可能很多小伙伴没有见过，你可以认为它是日版的红白机，只不过它的载体不是卡带，而是磁碟。磁碟也是分 A、B 面的。恶魔城这款游戏在攻略的途中就需要切换 A、B 面，甚至据小叶爱默默介绍，在通关之后，你想要看通关的画面，还需要再次换磁碟。和卡带相比，我不太喜欢磁碟机的版本，因为它存在着读盘的时间，并且很多游戏的内容也有缩水。之前我给大家录制过磁碟机版本的赤色要塞，砍掉了几乎一半的内容。开场的第一关是没有的。游戏版面的宽度只有一个屏幕，不能左右进行移动。受此影响，甚至第3关的 BOSS 都是竖着摆放的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很多的游戏读盘时间过长。本期的投稿时长是21分半左右。我剪辑了之后变成了19分钟，足足没了2分半的内容。大部分时间是在读盘或者是黑屏。比如说每次关卡开始之前，读取场景的时间大概在8秒钟左右。这个长度我觉得几乎无法容忍。大家想一下，整个红白机版本的恶魔城游戏文件才多大呀？一个关卡的数据几乎可以用字节来进行统计，就这还需要载入8秒，甚至更多。最后一关更过分啊！进入关卡之前需要载入1次，打德库拉之前竟然还需要1次。这个场景见功夫了，扔瓶子的位置要非常精准，把对面的2种怪都控制到。在这里把死神控制住，瓶子的数量稍微少了一点，又补了2鞭子。有10个左右的瓶子就更加安逸了。这里就是最后一关了。开场如果想打得快一点，就需要使用瓶子来控制蝙蝠。同样需要背板扔得准一点。换时停了，最终 BOSS 的时候还需要换回来。这里换时停也可以，
毕竟一会儿实际塔的位置怪还是比较乱的，你走位稍微差一点，跳蚤男出场的时机就不一样了。石亭的消耗还是不小的，所以路上需要注意收集一下红心。这个场景的隐藏，如果是我玩的话，我是不会拿的，风险太大了。大家注意，这里要开始演示 bug 了。小叶爱默默投稿的时候还专门介绍了这里，利用的是场景切换的时候，卷轴会左右移动，人物的位置坐标有时会出现偏差。已经试验了2次了。再来一下，可以了，这样就成了。武当踢云纵，往上面走的话有3个版面，其中第3个版面可以见到2形态的德库拉，不过进入之后容易死机。这地方竟然还打出了一个飞刀，上层就不去了，去了的话没办法通关了。和月下的出城一样，咱们不仅要出去，还要能回来呀。这样的话，德库拉的个人小金库已经被搬空了。负气换回了瓶子。刚才德库拉的位置比较远，所以就不能使用鞭子来控制他扔出的火了。打1形态需要耐心，毕竟本作的跳跃实在是太不友好了，在空中无法控制方向。使用瓶子可以一直控的，只要不贪刀。通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磁碟机版的恶魔城初代，全隐藏道具收集以及 bug 展示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大家收看，也感谢小叶爱默默的投稿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